大家好，我是许涛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。我是海豚，你就是那只小兔子。今天我们一起去抓大扇贝。这个周末天气非常好，所以我就组织活动带我几个好哥们儿一起去往北边3个小时车程一个叫 Fungry Head 的地方，我们去抓扇贝啊。我的潜水装备基本上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新西兰抓扇贝的一些法律规定啊。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海区是在新西兰东北边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下载这手机的 APP， 点进去以后查看，英文呢叫 Scallops。它的限定是每人每天可以抓20个，而且它的这个开放季节是每年的9月1号到来年的3月31号，明白了吗？法定大小最小呢是10厘米。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看我经常出去抓海鲜所用的这些测量工具啊。你看这个尺子啊，就是一个软尺，它是在新西兰的渔政署可以免费拿的，然后你可以贴在你的船上或者你的车上，抓的东西呢，你可以随时量啊。你比如说扇贝的法律规定呢，这块写的很清楚，它写的是100毫米啊，就是10厘米。你或者是去渔具店直接买这样子一个透明的这个软尺啊。这个软尺怎么用？你看我的鱼枪上面贴的都很清楚。如果你是去渔猎的时候，你打了鱼或者抓了东西，你直接拿鱼枪在水底下量就可以。下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具体去怎么去量这个扇贝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尺子它其实是量4种东西，这个是量公龙虾，这个是母龙虾稍微大一点，长的这个地方呢是12.5厘米是鲍鱼，而中间这个10厘米啊，这个是量这个扇贝的。所以这个扇贝量的时候呢，是把它最宽的这个地方你放在这个尺子这儿啊，你仔细看，这个扇贝呢它比它大，它过不去中间这个齿，明白了吗？你怎么量它只要都过不去，就说明它是够大小的，懂了吧？新西兰是一个四面环海非常美丽的岛国啊，每到夏天呢很多家庭都会出去抓海鲜、出船呀、钓鱼呀、潜水，是非常流行的活动啊。当地政府也非常鼓励这样子，但是它对所有物种的这个规定都是非常严格的，比如说大小啊、数量啊，以及在哪里可以抓、哪里不可以抓。所以呢，我在视频的下方会放下中文版的新西兰渔政署有关相关的法律条例，方便大家查阅啊。哇，3个小时以后啊，我们已经到达了今天要下海的这个海边啊，叫 Fungry Head。你看，这是我的几个弟兄们，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营地已经完全就弄好了啊。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望海团，你看这个椅子1、2、3、4、5摆得齐齐的，现在是最高潮的时候啊，所以你看海水已经到了我们的跟前。我们先吃 BBQ， 午餐吃完1个小时以后呢，海水会慢慢退下去，因为今天下午6点是最低潮，所以我们中间有3、4个小时的时间玩啊。诺诺刚才把他那个这个小皮划的这个垫弄好了，我们一会儿下去玩。然后我们吃完东西呢，我们再过一会儿会把这个车的这个凉棚也打开，然后我们换上潜水服，一会儿我们就下去抓扇贝啊。我们看看今天能抓到什么好玩的东西。
这几个哥们儿，越野、爬山、四驱、潜水，样样精通。好，我们先吃点烧烤、烤肉，吃点饼。今天带了好多肉啊，我们是先吃点喝点，然后等一会儿潮水下去，然后我们大家差不多2点再下去抓扇贝啊。基本上快吃完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怒大厨，我不是大厨啊，大粉干杯，吃的很爽啊。我们一会儿海底下见啊。我们现在做一下这个下水前的这个安全须知啊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海边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内湾，所以呢，涨潮的时候海水会往进涌，退潮的时候呢，海水会往出拉，所以呢，海的出海口是在那边，所以现在是最高潮。我们一会儿吃完饭，差不多1个小时以后下，所以大家游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这海水会把你往那个方向啊一点一点的带。但是呢，我们下水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这个安全漂。你看这个安全漂，它上面有一个潜水旗，这周围有很多船嘛，它会告诉你你的下面有潜水员，它离你是要非常非常的慢。而且下面我们会带一个铅块，所以这个旗定在那儿，我们在旗的周围潜，就相对安全很多。如果累的话呢，就扒着这个漂。下去潜水的时候，还有一个这个尺子啊，我去拿一下哦。你看我们一会儿下去不会带这些捕捉带吗？这个捕捉带我们会挂在我们那个潜水漂上面啊。我们在水底下的时候呢，都要用这个尺子先量够，确定它大小以后呢，再把它挂在这个漂上，这样子。抓到合适的，然后把它打开放进去就可以了，明白吧？这样子不跟着你人走，减少重量了，也相对安全很多啊。2个人一组，一个人上，一个人下，看着，这样就比较安全，明白了吧？我们一会儿下去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好。I still remember your number, can say those digits by heart. With that first drink of the summer, I think about where you are. I dial 235, are you alive? How I miss our late night drives and 4, 6. How is it that in my mind I flip a switch and 7-2, forgetting you is something I can't seem to do, even though we were just我们几个人准备好了以后，就朝那个小岛不停地游去。因为现在潮水的位置还非常高，所以我们要贴着这个近海非常浅的地方要游老半天，不到1米的距离。我们呢，差不多游了有5-6分钟，好不容易到达了预定地点，感觉差不多深了，有7到9米之间吧。观察周围，然后和小伙伴们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就准备下潜了。这是我哥们儿 James， 已经好久没有潜水了，不过感觉他还是没有忘了他以前这个自由潜水的这个技能啊，一个猛子基本上就下去。这是我跟着他直接到了差不多7-8米的这个海底啊，你看他直接就找到2个扇贝，这帮扇贝真的蛮多的。这是我刚才在下面自己抓的另外一个，然后我就游到他跟前啊，让他一起来量一量。够大，我觉得够大。手一捏就知道知不知道多大。这个。走过去量，你看吧，咱们冲多远，一下去就跑，一下就跑。这个地方很多，但是洋流是往那个方向，所以我们得一直往这个方向游才安全啊。每一次下潜呢，为了下一次的安全，我都会在水面上调整2分钟以上的呼吸。然后呢，我这准备好了，我这继续下潜，下一次。我基本上每一次的下潜深度在8到9米之间，如果在低潮的时候，差不多7米，在这个水域就可以找到够大小的啊。去太深也没有用，7-8米左右够大就刚刚好。去的深的话，你会非常的费力，但是你去的浅的话呢，它又不够大。所以我的经验告诉我，这片海域基本上7到9米之间。如果是低潮的时候，7米左右就可以找到够大的扇贝。你看我这一次下去又抓到3个，感觉已经非常大了。看着自己的潜水电脑控制自己的上升速度啊，刚才那一潜在水底下待了差不多40秒，我这次调整呼吸，至少我要2分钟，也就是你在水底下待的时间至少在海面上待2到3倍啊，你血液里的氧气呢才能够回到正常的浓度。然后这次下去呢又抓到了。
然后慢慢的游到我的鳍的跟前啊，拿到我的尺子，每一个扇贝都要仔细的量啊，在水里面量好了以后，再放到你的捕捉袋里面。第一个扇贝差了一点点，所以我直接就扔回去了。第二个扇贝，你看卡着它过不去这个尺子，就说明它够大，合法的啊。再量第三个扇贝，你看卡得死死的过不去，那么这个也是合法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抓的3个里面2个可以留着，另外1个呢就扔掉了。把这2个合法大小的放到这个网兜里面，哎，这次下潜呢就算是比较成功的一次。好，在水面上调整呼吸，准备下一次下潜。我给狼一个 OK 的手势，就是告诉他我呼吸已经调整完毕。等他好了以后呢，我们2个就一起下去。水面上呢还会有第3个小伙伴看着我们。自由潜跟水肺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的命就一条。如果在水面上没有潜伴看着你的话，你在水底下如果不小心待的时间过长，在上升的过程中，由于压力的减少，你的肺部会把你血液里的氧气呢反着拉回到你的肺里面。当你血液里的氧气浓度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你在快接近海面的时候，你可能突然就晕掉了。这就是自由潜水最可怕的地方。所以自由潜水一定不可以一个人下去，一定要有潜伴在水面上看着你。自由潜水的危险系数是仅次于高空跳伞、易浮之类的这个危险系数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安全事项啊，一定要有潜伴看着你。OK， 我又调整好了呼吸，准备下去另外一次。你看我基本上下的时候是沿着我水面这个浮漂的线下去，这样子我在水底下被洋流反着冲回去的时候，我大概也知道上来离漂的多远的位置。因为这会儿是退潮，所以我每一次都是顶着洋流反着游的啊，这样子我上去的时候不至于离我的漂太远。这个地方有很多船，所以我们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在漂的附近。在新西兰是有法律规定的，如果船在潜水旗附近，它的速度要降得非常非常慢，所以呢，它能看到你，你也有时间听到船或者螺旋桨过来。所以大家出去潜水的时候，一定要带这么一个潜水旗啊，也就是蓝白旗，英文叫 Alpha Flag。还是老规矩，每一次下潜呢，抓到了这些大的扇贝，上来都要仔仔细细的量。我这次下去抓了不少，所以呢，我一个一个递给我的潜伴啊 James， 让他一个一个量，量够了以后呢，他就慢慢的放在这个网兜里面。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也告诉过大家，你只有在水里面量够了，再放到你的这个捕捉袋里面。你一旦放进去，渔政署就觉得你是抓过的。如果你上了岸再发现它不够，被查，那你一定会被罚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法律的这个规定。上一次深度 9.1 米，潜了42秒。来看看，哈哈，这是我们刚才你看抓了好多扇贝，有没有？我们刚才是在水底下抓，起码抓了有20多只哦。然后这个是大马青口，这个是扇贝，我们全部都量过了。我们一会儿就把这个barbecue 一下啊，跟大家一块儿吃，然后一会儿拍点吃的给你们看看哈。刚才在水底下还是很不错。我们刚才4个人一直都跑到海边那个非常远的地方，你看那些船的地方没有？我们刚才就一直跑到那个船的那个地方，在那块附近左右下，最多下到9米多，不到10米啊。然后每次下去能抓那么2、3个，够大了，还是玩得很好玩的。我们一会儿看看吃它什么味道了啊，烧烤的，走。扇贝它最好吃的其实并不是 barbecue 或者烧烤或者煮东西吃。我个人感觉最好吃的扇贝呢，其实就是在海边，趁着它还新鲜带海水的时候，拿刀把它直接打开了。你看，这是我常用的潜水刀嘛。扇贝从它屁股后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缝的，你只要把它插进去把它里面的那个肉给它弄断，然后你就可以开了。看见没有？很简单，很简单。这个扇贝呢就开了，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然后扇贝真正能吃的地方呢，是它中间的这个白的和它这个红的这个地方，拿刀轻轻一割它就开了。而扇贝其实你全部把它做熟吃，味道也不一定特别的好，而这样子是最新鲜的。在超市里面，新西兰每当到季节的时候，几块钱一盒的，你买的就是这个。这个东西刚出海的时候，因为它本身是甜的，带一点海水的咸味，特别特别的香。哇哦，真的好好吃，味道太棒。我们一会儿再带大家看一看，把它烧烤吃是一个什么样子啊。
烤今天的大扇贝，一个一个大扇贝，能不能看见？直接用炉子烤啊！烤完了以后，我们撒点料，直接就可以吃了，特别爽，新鲜，非常新鲜，狼，谈谈你的感受。非常爽，非常爽，难得的 day off 啊！平时带娃太辛苦，今天感谢这个感谢我们那个感谢我们的可赛同志，对，难得我们有机会让我放一天假，好久没见兄弟们，让你找回了青春。我不是夕阳看海团吗？不是。夕阳红团，夕阳红看海团，自从有了娃，哎，我们永远年轻啊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对，不错。还得下到9米，还行。可以啊，我靠！真的是太久没见。你看这个扇贝啊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炉子打开，一会儿这个火打开以后，烧熟了，我们直接就可以吃了。我已经开，很美的，已经冒烟了啊！非常好。哎呀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扇贝啊，呵，把炉子的火现在上面盖上，这样子风吹进去，我们就能多吃一点，一会儿就煮熟了。我去！这袋子超大的哦！哎，我的个妈呀！哇哦，烤好喽，烤熟喽，我们要吃喽，吃一吃看看什么味道。搞个酱呗。那个裙边，哎，这怎么开？咋就不会呀？看清楚了啊，看清楚，学学。就从这儿插进去啊，然后捣鼓就行。捣鼓，我操，就是他妈的这样是吧？我以为啥都不会。他啥都不会，会吃就行了，会吃就行了呀。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刚刚烤好的这个鲜活扇贝啊！哇，真的很美，有没有？你看这好多籽，一定要学潜水啊！来新西兰自己抓海鲜自己吃，海边直接烧烤，这种是简直是极品呐！让我尝一尝啊！请大家一定要来多上我们这个。哇哦！哎，你现在还教？你知道这种味道啊，就是淡淡的海水烤出来，这个肉是鲜的，你不用放任何调料，比我刚才生吃我觉得也好吃不少。不开心的。哇，太鲜了！一会儿浇点海水。让我再吃一口啊！哇，这个太好吃了，你们一定要来试试，一定要来试试！哇，不行了，不行！你太狠了吧你！你看，我们刚才还抓了几个袋子啊，这个袋子打开以后，它这里面这个白色的这个瑶柱看着还是很美味的啊。你看这个瑶柱，个别还不够。你看这个瑶柱，哦，来一个slow mo。你看里面还有个小螃蟹，看这个小螃蟹就是寄生蟹，对，寄生的，看。怎么样，大家？今天我们来的这个 Fun Great High 抓扇贝是不是特别好玩？而且自由潜，难度也不是很大，5到7米。我们今天因为是涨潮的时候去嘛，所以去的深度基本上是8、9米左右。每次下去呢，都能抓到那么2到3个，甚至更多的这个扇贝啊。但是大家出来之前呢，还是按照我说的，一定要注意新西兰的法律规定。你要知道哪里可以抓，它的法定的数量和大小啊，还有潜水呢，一定要遵循这潜伴系统，尤其是自由潜，不要一个人下去啊，不安全。祝大家来到一块儿，也欢迎你们来新西兰玩啊！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